最近，中国的春节正在慢慢走向尾声，年味在消散，鞭炮声停了，亲戚开始各自返程，城市重新恢复到原本的节奏。而在这一片假期结束的氛围中，有一个家庭正在悄悄经历另一种离别，那就是凯凯又要和爸爸分开了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凯凯的父亲小刘很快就要再次离开中国。对很多成年人来说，这也许只是一次工作安排，一次行程结束，但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刚刚习惯爸爸的存在，又要重新适应爸爸不在的生活。而这种适应，凯凯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。春节的团聚本就不属于凯凯太久。春节对中国孩子来说，通常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家人围坐吃饭，意味着父母都在身边，意味着日常被打断，但爱被放大。可对凯凯来说，春节更像是一段被按下快进键的幸福。爸爸突然出现，生活节奏被打乱，陪伴突然密集，情绪突然升温。然后春节结束，一切迅速退场。凯凯还没来得及明白团圆的含义，就要再次面对离开。而孩子并不理解工作，只理解在不在。很多成年人会下意识地说一句话：爸爸是为了工作，但问题在于，孩子是听不懂这句话的。在孩子的世界里，没有签证事业、现实条件，他们只理解一件事：你在还是不在。当爸爸突然每天出现，陪他玩，抱他，回应他，孩子会本能地认为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而当爸爸突然消失，孩子不会立刻哭闹，但会慢慢在心里建立一个结论：原来爸爸是会走的。短暂的相聚反而可能加深分离的痛感。很多人以为能见一面总比不见好，但对幼儿来说，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。短暂相聚有时候并不是治愈，而是放大情绪落差。在爸爸回来的那几天里，凯凯明显更开心，更活跃，他的笑容更放松，依赖更明显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并不是不需要爸爸，而是一直在压抑这种需要。而当爸爸再次离开，这种被唤醒的依赖会突然失去回应。凯凯正在学习的是一件很残酷的事。很多孩子在这个年纪学会的是走路、说话、表达，而凯凯正在反复学习的却是另一件事：重要的人随时可能离开。这种认知不是语言教会的，而是一次次现实反复灌输的。第一次离别，孩子可能不懂；第二次离别，孩子开始迟疑；第三次离别，孩子会慢慢学会控制期待。而最让人心疼的，往往不是哭闹，而是不再追问。凯凯不会责怪爸爸，但会改变自己。孩子从来不会去指责父母，他们只会默默调整自己，不再过度依赖，不再强烈表达不舍，不再期待长期陪伴。因为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会形成一个保护机制：如果我不那么需要，就不会那么难过。这种懂事从来都不是优点，而是一种被迫的成长。春节结束对凯凯来说不是回归日常，而是再一次失去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春节结束意味着回到工作，回到秩序，回到现实。但对凯凯来说，春节结束意味着爸爸要走了，陪伴要中断，世界重新变回不完整的样子。这种失落并不会立刻爆发，但会慢慢沉淀，沉淀成对亲密关系的谨慎，沉淀成对承诺的不信任。没有人是坏人，但现实依然很残酷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并不是一篇指责谁的内容。没有人是故意伤害凯凯的，小刘也并非不爱孩子，但问题在于，现实的结构本身就会伤人。当成年人的人生被分割在不同国家、不同阶段，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孩子的连续陪伴权。凯凯真正缺少的不是节日，而是稳定的父亲日常。孩子不需要惊喜式的出现，不需要节日限定的陪伴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今天在，明天也在，后天依然在，哪怕很平淡，但不会突然消失。当小刘再次离开，凯凯会留下些什么？或许不会哭，或许不会闹，或许只是安静地看着大人收拾行李，但他心里一定会留下些什么。原来团圆是暂时的，而这份认知会陪伴他很久。结语：有些离别对孩子来说太早了。春节终究会结束，大人终究要回到各自的人生轨道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，有些离别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太早了。希望未来有一天，
凯凯不再需要在团圆和离开之间反复适应，希望爸爸的存在不再是节日限定，